明明身体坐在这里，可思绪却像脱缰的野马，一下子冲到昨天未完的烦恼里，一下子又跳到明天还未发生的焦虑里。我们总在匆匆赶路，追逐下一个目标，却忘了生命中最美好的往往就藏在眼前的这一刻。晚上躺在床上，身体明明已经很累了，但脑子里却像电影院一样，各种念头轮番上演，让人辗转反侧。这种身心分离的疲惫感，如果你也在被它困扰，那么今晚我想和你一起，从一位智者的故事里寻找一份活在当下的宁静。这位智者就是享誉世界的禅师一行禅师，他来自越南，16岁就出家修行。当年连马丁路德金都曾提名他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。年轻时他亲身经历了战争的苦难，这让他更加坚定了用正念来化解痛苦的信念。一行禅师一辈子都在践行和传播正念，但他从不用那些高深莫测的佛法术语，也不搞复杂的仪式，他只是简单的教我们好好吃饭，好好走路，好好呼吸。他说正念不是出家人的专属，它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的生活能力，而且随时随地都能练习，完全不需要任何外在条件。很多人会觉得它神秘又遥远，好像只有得道高僧才能做到，但一行禅师却告诉我们，正念其实特别简单，就是当你洗碗的时候，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正在洗碗，是一种自我觉察的能力，是对当下正在发生的一切保持一份清晰的感知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？可回想一下，真的知道自己在刷牙吗？还是脑子里早就开始规划一天的工作了？一行禅师用了一个特别精妙的比喻来形容我们的心。我们的心就像一面平静的湖面，只有当湖面波澜不惊的时候，月亮的倒影才能清晰完整地映照出来。而我们脑海里那些杂乱的念头，烦躁的焦虑，过去的悔恨，就像是一块块扔进湖里的石头，把湖面搅得支离破碎，让我们既看不清真实的世界，也看不清我们自己，探心我们自己。可通往那份平静的钥匙，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。禅师说，呼吸是连接生命和意识的桥梁。这句话也许就是你今晚收到的最好领悟。我们平时几乎从不刻意留意的呼吸，就是带你回到当下最简单、最直接的道路。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？当你觉得心乱如麻、焦虑不安的时候，试着停下来，吸气的时候在心里默默地念，我正在吸气，呼气的时候就默念，我正在呼气。不用去刻意控制它长短深浅，只是静静地在一旁观察着它。仅仅一次有意识的呼吸，就足以把你从情绪的漩涡中轻轻拉出来，让你暂时探出头来，感受当下的平静。你可能会说，我每天忙得团团转，但一行禅师告诉我们，正念就藏在每一件小事里，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，都是我们练习正念的机会。比如吃饭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常常一边吃饭，一边盯着手机刷新闻，或者想着工作的事情，甚至催着孩子快点吃，结果一顿饭吃完，一行禅师说，这叫心不在焉的吃饭。我们吃的不是食物，而是焦虑和匆忙。正念吃饭的方法很简单，拿起筷子时感受它的重量和温度，夹菜时观察食物的颜色和纹理，放进嘴里先闻一闻气味，感受它的口感，然后感受食物在你口中一点点的变化，以及吞咽时的触感。别去评判它好吃不好吃。一行禅师哪怕是吃一碗白米饭，也能吃得津津有味，因为他能专注地感受米饭的香甜，体会到阳光、雨水和农民的辛劳。他说，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，更是我们与生活连接的方式。用心吃饭，就是与当下、与自己进行一场深入的对话。
洗碗这件对很多人来说枯燥又麻烦的家务，我们总是想着快点洗完，好去做别的事情。但禅师说，洗碗就是洗碗，它本身就是一件神圣的事做准备。正念洗碗时，就专注地感受碗的光滑、水流的温度、泡沫的细腻，就像在照顾一件珍贵的宝贝。禅师的弟子们都说，以前讨厌洗碗，现在却发现它特别治愈。水流过双手时，那些浮躁的心情真的会慢慢消散。不止洗碗、叠衣服、扫地、做饭，这些日常的家务都能成为我们正念的修行。关键在于把你要做的事当作当下唯一的事，而不是一件不得不做的麻烦事。还有走路，现在的人总是行色匆匆，不是盯着手机，就是脑子里想着各种心事，脚步越快，心就越浮躁。而禅师说，走路其实是最好的正念修行，它能让我们的身体和心自然地连接在一起。正念走路时，不用刻意去控制速度，就放慢脚步，感受双脚与地面的触感，感受小腿肌肉的发力，感受重心在身体里的转移。不用去想目的地在哪里，就专注地感受每一步的当下。禅师在流亡期间，经常带着弟子们正念走路，他们走过山川田野，哪怕处境艰难，内心也能保持一份平静。他说，正念走路的时候，你既不是在追赶未来，也不是在逃离过去，你只是在当下的每一步里感受生命的存在。每一步都是一个奇迹，都能带来平静和喜悦。禅师在书里还提到他一位朋友，这位朋友是要照顾年幼的孩子，他总是觉得照顾孩子占用了所有时间，让他根本没机会修行。禅师给他的建议很简单，陪孩子的时候就全心全意地陪孩子。于是这位朋友把给孩子换尿布、喂饭、哄睡这些事情都变成了正念练习。当他全心全意地陪伴时，不仅自己找到了内心的平静，还发现了与孩子相处的新乐趣。孩子感受到了他全然的在场，也变得更容易安抚了。生活本身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，根本不需要去别的地方找，不是非要找个安静的地方打坐才叫修行。在每一个日常的瞬间，我们都可以练习正念。当你通过呼吸、吃饭、走路这些基础练习，你会发现一个更大的惊喜，你处理情绪的能力变强了。这才是正念在现代生活中最宝贵的奇迹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愤怒、焦虑、委屈这些负面情绪，很多人要么压抑他们，要么被情绪牵着鼻子走，过后又常常后悔。而禅师告诉我们，正念不是要消灭情绪，而是要学会和情绪和平相处。情绪就像天气一样，有晴有雨，我们不用去对抗它，只需要去适应它。一行禅师把负面情绪比作一个哭闹的小孩，如果你对着他吼，别哭了，他只会哭得更凶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我陪着你，他反而会慢慢平静下来。正念就是那个蹲下来陪伴的动作。正念不是不让你生气，而是在你生气的时候能够清楚地觉察到，当你被同事的一句话点燃怒火，在即将爆发之前，先做一个深呼吸，然后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我知道怒火上来了。这个简单的命名动作就像一束光，照见了情绪的本来面目。你不再是我就是愤怒，而是我觉察到了愤怒，情绪的能量就开始减弱，你就不再是他的奴隶，而是成为了他的观察者。同样，我们大部分的焦虑都源于活在了未来，担心那些还没发生的事情。用正念去应对，回到手头正在做的事情上。复习的时候就专注在书本和笔记上，吃饭的时候就专注在饭菜的味道上，别去想明天的工作。未来是由无数个当下组成的，过好每一个当下，就是为未来铺下最坚实的路。正念更是我们工作和学习中的秘密武器。
你是不是经常这样？写报告的时候，放下手机后，思路一下子就断了；看书的时候，思绪飘到各种琐事上，翻完一页，却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讲了什么。这不是你毅力不足，而是你的心习惯了四处飘荡。正念就是一次次温柔地把这颗心拉回来的训练。工作的时候，在开始一项任务之前，接下来的半小时，我只做这一件事，然后把手机放到远一点的地方，赶进在线索的梳理中。当其他念头冒出来时，不用抗拒，把它记在便签上，告诉自己稍后处理，然后再把注意力带回来，彼此只做一件事。这就是工作中的正念。学习的时候，在阅读前先深呼吸几次，让自己平静下来，然后逐字逐句的阅读，感受文字传递的意义。遇到难点时，别焦虑，别跳过。记笔记的时候，也不是机械的抄书，而是边思考边用自己的话整理。当我们学会这样去内化知识，就会发现学习的效率和深度都大大提高了。当我们内心变得更稳定，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也会随之变得更加柔和。很多矛盾并非源于什么大事，而是因为沟通时心不在焉。朋友向你诉苦的时候，放下手机，看着他的眼睛，不急着打断，也不急着给出建议，只是认真的听，让对方感受到被全然的接纳。我们太容易把自己的精力投射到别人身上，对方说我好累啊，我们马上就接一句我比你更累，却忽略了对方可能只是需要一句简单的你辛苦了。当你下班回家，怒火一下子就升腾起来时，先停下来深呼吸3次，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后，我看到家里有点乱，感觉不太舒服，我们可以一起收拾一下吗？这远比吼出的指责更能解决问题，而且不会伤害感情。正念沟通不是委屈自己，而是用一种更平和更有智慧的方式需求，既表达了自己的感受，也看见了对方的需求。在练习正念的路上，认为正念就是停止思考或者什么都不想，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强而会带来更多的焦虑。正念不是要清空念头，而是像一个坐在路边的观察者，看着你的思绪像车辆一样来来去去，但你不上任何一辆车，你只是看着它们，知道我有一个焦虑的念头过去了，然后温柔地把注意力再次带回到呼吸或身体的感受上。正念的本质是有意识地觉察当下，对每一刻的体验不加评判。就像在院子里晒太阳时，一只蝴蝶飞过来，你不用驱赶，知道它来了就好，然后继续感受阳光。正念也是这样，而是当杂念冒出来时能够觉察到，然后再轻轻地把注意力拉回当下。我们之所以被焦虑和内耗困扰，不是因为想法太多，而是我们被这些想法牵着鼻子走。而正念就是让我们从被念头控制变成念头的观察者，不否定感受，不强迫改变，是看见当下的一切。好的想法，坏的情绪都只是当下的存在，无需评判，也无需对抗。正念的核心是接纳自己，也接纳世界。很多人练习正念是想变得更完美，但禅师告诉我们，是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和世界。我们总是对自己有很多评判，我不够好，我太浮躁了，这些评判就像枷锁一样困住我们。而正念让我们放下评判，接纳自己的一切，无论是好与坏，优点与缺点，它们都是我们的一部分。你不需要成为更好的自己，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。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就像接纳天空下雨，花儿凋谢，人生起伏一样自然。当你真正接纳自己时，才会发现内心的平静和喜悦从来都不是来自完美，而是来自那份深深的接纳。禅师也会生气、焦虑，但他不会因此自责，而是用正念去觉察，去陪伴这些情绪。他说，
修行不是为了消灭痛苦，而是在痛苦中找到平静；不是为了逃离生活，而是在生活中找到自由。这种接纳也包括对他人和对世界。我们总是期待家人理解、朋友关心，当这些期待没有被满足时，我们就容易失望、愤怒。而正念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和局限，我们不用要求别人变成我们希望的样子，只是接纳他们本来的样子，就像接纳天气的变化，很多烦恼都源于不接纳。当我们放下那些应该如此的执念，接纳一切的发生，内心就会变得无比自由。读完正念的奇迹，我最大的感受是，生命的质量不在于你度过了多少时间。当我们活在当下，全然体验每一刻时，短短1分钟也可以是丰盛本深刻的。而当我们身心分离，即便是漫长的一天，回想起来也只是一片模糊。正念让我们从时间的奴隶转变为时间的主人，真正的拥有我们的生命。也许现在的你正被各种压力和责任包围，感觉透不过气。也许你正沉浸在过去的某段悲伤里无法自拔里，又或许你对未来充满迷茫，不知道方向在哪里。你不需要立刻解决所有问题，你只需要在此时此刻，昨天已经过去，明天尚未到来，你所拥有的，而安顿好每一个当下，就是对自己最深的慈悲，也正是在构建你想要的未来。今晚在你听完这段话准备入睡的那一刻，就是一个绝佳的起点。请你不要立刻拿起手机，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动作，轻轻地做3次，有意识的深呼吸，感受床铺支撑你身体的温暖与踏实，感受空气在你的身体里温柔地流淌，这你在每一个当下都能体验到正念的奇迹。